那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隋唐的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城市。公元581年的时候，隋朝建国。那么在582年，当时就开始在这个长安城，就是我们指汉长安的东南，开始营造一个新的都城，就是隋朝的大兴城。公元604年，又在这个原来汉魏洛阳城的基础上建东都洛阳。所以隋朝在这个短短的30几年的时间当中，它规划建设了两个在中国后来影响极其巨大的两个重要的都市。公元618年，唐朝建国以后，把大兴城改为长安，然后把东京呢改为洛阳，我们以后说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就是我们在课上要提的这两个重要的城市。那么这两座城市当然创建在隋代，可是隋代很短了，是吧？它真正的完善繁荣是在唐代，所以在历史上呢，又经常把它们称为唐长安和唐洛阳。以长安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圈和这个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个都市圈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它们并不远。那么这两个都市构成了对于中国最核心地区的大的一个治理，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对于城市的认识上，他们也认为需要一个新型的城市，他们希望重新规划一个城市，规划一个更能够满足他们对于重新统一这样的一个大帝国的一个都城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隋朝建立的时候，当时的汉长安已经被废弃了很长的时间，凋敝不堪，是吧？水质也不好，然后土壤条件也趋于恶化。那么这样呢，隋文帝想要规划一个新城。他曾经在北周的时候，这个杨坚被封为大兴公，所以呢，他规划的都城就用他的封号，取了个名字叫大兴城，然后宫城呢称大兴宫，主殿呢就称大兴殿。那么当然这个名字很好，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隋朝后来的这种就是从中国整个历史来说，一个中兴时期的这种面貌。那么隋大兴城它的总面积达到了84.1平方公里，北京老城原来是62，比明清北京大了将近40%。那么所以这个大兴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都城，那么也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前建造的最大的城市。当然由于这个城市巨大，所以它没有完全完成就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么甚至到了唐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长安城或者大兴城它的南部很多地区还是很少有人居住，就像那个元朝规划了一个大都，但是它的北部长期就没有什么人在里头住。那么最后明朝的时候，干脆就把城墙往南推，就把那个北边半截就甩出城。其实长安那么大一个城市，它也真正的人口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规模。这张图反映了当时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可以看到周朝的那个镐京很小，然后到了咸阳的时候，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格局，它是一个满山遍野到处是宫室的一个区域。然后汉的时候，长安是比较规整的，当然这个城市呢主要是宫城。那么到了长安和大兴的时候，这一下就变了一个模样，变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很严整的都市。这里头除了宫殿以外，还有大量的所谓里坊，这个居住、商业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个城市，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它跟汉长安的关系和那个它的园林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来比较一下那些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都城的情况。比如说汉朝的洛阳，然后元大都，到明清的北京，宋代的这个东京、汴梁，然后还有杭州，这些城市我们都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那么隋大兴、唐长安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城市。
那么从选址上来说，它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城市它是在这个汉长安的南边，因为这个地区是一个有很多高地啊，中间一条一条的这种山啊，这么穿过来的。那么它选择它的宫室的部分，就选在所谓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龙首原。那么开始先建立一组宫殿，大明宫是后来加建，然后在宫城的前面，两边是有2个大的市场，东市和西市啊，这样的一种格局。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它的城市分区的话，那么宫殿基本上集中在城市的北半部，包括了后来加建的大明宫，御园啊也在城市的北半部。然后南半边基本上是大的城市的居住区和商业，东边和西边各有一个大的市场。然后在城市的南端啊，利用水系，还有一个我们后来说的曲江啊，曲江的东岸是有这个皇家的行宫在那儿，西边基本上就是公众一个活动的区域。就是这个城市当中，实际上还有类似城市公园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存在。那我们从城市分区上，如果和周的王城和曹魏的邺城来比，你会发现它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曹魏的邺城，它的那个格局就是宫和园林偏在城市的一边，然后前头呢有一个衙署区，它有轴线关系，但是轴线的关系并不强烈。那么这种变化到了唐长安的时候就不一样，就这个城市很规整，完全是很严谨的方格网的道路系统，然后中间直通南门是条大的轴线，是条玉路，最宽的路，正对着皇宫。然后皇宫高的地方是后来修建的大明宫，那么它既有站在一个高爽的地方来俯瞰控制整个城市，实际上它也有它很强的防御的功能在里面。那么如果看看大的地形，实际上长安是位于一个大峡谷里头，然后它是靠在这个山地边上，然后局部的地形有起伏，所以它又把它的那个北边的这组宫室搁在一个高起来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形环境。那么这样的地形环境对于这个区域整个的军事来说是一个控制点，包括周围再往里面走就连到那个四川，就进入到所谓蜀道，进入到那个秦岭的这个群山当中去，它是这样的一个正好出来控制住关中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对长安的这个情况做一个复原的话，我们会发现里头极其丰富的内容，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里头在进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着丰富城市生活的城市。那么隋初的大兴城，它是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是8652米，分为内城和外城2部分。内城的宽度呢是2820米，那深度呢是3000多米了。然后内城呢又分为南北2部分，南部呢是皇城啊，主要是衙署啊，应该是国家的这个政府机构啊都在这里头。然后北部呢是宫城，那么包括中间的皇宫，然后包括东宫、太子宫和西面的这个服务部分，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布局的形式。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包括皇城和宫城这部分。那么外城呢是由9条南北向的大街和12条东西向的大街，把这个城市划分成了110个格，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110个坊。当然这个坊的数量随着时代的变化略有变化，但是差不太多，最早是110个，后来减少了一点点。那么另外呢，除了这110个坊以外，还有2个大的市场啊，东市和西市。那么市场呢跟坊一样是吧，它外头是有那个夯土的围墙，然后里头是商业活动，然后中间呢是一个井字形的街，就是一个井字形的街把这个市场分隔开，然后中间呢有管理这个交易的市楼，是这样的一种格局。记得我们在汉代的画像砖当中已经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格局的形式。它的御道按照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它还有行道树，行道树外头呢还有这个水渠是吧？还有水渠。实际上这是一个应当说很完善的一种城市的景观，就有绿化，有排水设施，
然后中间是道路，然后再边上是居住的部分，是城市的这些衙署啊等等这些部分，构成了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当然是吧，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的描述啊，讲这个长安的形象，但是我想啊，它有一个基本形象，可能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大街上看啊，有绿树是吧？边上可能还有水，很漂亮。但是再过去看，其实你看到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夯土的墙，而不是那个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商业街啊，什么这些店铺啊，这不是，是吧？它可能是一个一个的墙围起的这个圈儿。后来他们在做研究唐长安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复原。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唐长安他们复原出来的形态，实际上就是一条大道，两边是墙，两边是夯土墙，跟我们恐怕理解的这种现代城市，或者看到的所谓中世纪那种欧洲城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面貌。我们讲唐长安，晚上是要实行宵禁的，没有什么夜生活，是吧？夜生活只能在那个里坊里头，是吧？只能在自己家里进行。那个城市没有夜生活，城市到晚上是宵禁的，啊，要关闭坊门，禁止出入。那么街上呢有军队在巡逻，盘查行人，实际上是一个军事管制的方式。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所有大部分的人家，你的户门必须对里坊内部开，而不能开到大街上。那么什么人可以开到大街上呢？那些大贵族、高官，就是晚上可能要突然蒙皇帝召见，皇帝有什么紧急的事务，可能要见这些亲近大臣。那么这些所谓亲近大臣，才有可能就是他的住宅在那个里坊的外墙上开个门啊，不用他说皇帝找我了是吧？先要找那个管门的军士是吧？说我要出去了，给我开门。然后军士再问他干嘛去，耽误事儿嘛，他直接要开一个门开到大街上。那么只有很少的这些人才有这个权利在这个坊墙上开门啊，大部分的人只能在对着坊里头开门。这后头还有一些人的这个诗词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市场是集中的市场，当然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都市来说，80几平方公里的一个都市来说，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城市一般人的商业需要。所以实际上在里坊里头恐怕还有一些很有限的商业活动，就一般的生活需要比较方便的东西可能在那儿可以解决，但是大的市场是这两个集中的市场。这个关于西市，这个有很多的记载。那么后来在西安的这个城市建设当中，这个唐朝的西市这块地方后来变成了一个小的飞机场。那后来这个飞机场废弃了以后呢，曾经做了一些发掘，发现了很多的唐代的遗迹。有一个记载很有意思，反映了当时唐代的我想一种经济生活。讲这个西市的开发，说这个西市呢里头原来有大概10几顷的洼地。这洼地呢，你想过去那些城市的什么排水设施也不太好啊，然后这脏水啊又在市场里头，脏水啊什么可能就排到那个洼地里头，就很烂，一个烂泥潭，一个脏水坑。然后于是呢就来了一位商人，说这个商人呢出钱3万，出了3万钱，说我把这块没人要的这块洼地买下来，买了。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在中间立了一根杆，上头挂了一个帆，立在那个脏水坑的中间。然后围绕这个池子呢，又弄了几个店铺。这店铺干嘛呢？做点什么小吃，卖点什么煎饼啊、团子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让小孩拿那个石头来扔那个标杆，扔他那个标志。如果你打中了，他就奖励他一个吃的东西。然后说这些小孩知道这消息以后，就蜂拥而至，是吧？就往里头扔石头。那么扔了2月，这个居然把那个洼地给填平了。然后填平了以后呢，他就在上头盖了20几间商店，传说当中是日获利数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商业开发的模式，实际上
从文献记载当中，在西市这种地方，在唐长安当中已经有这样现象。那么在这儿呢，出土了一些文物。现在呢，在这个西市上呢，还建了一个小博物馆，展现他们当时考古发掘的一个地点，正好一个十字道路交叉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桥啊，什么这些遗迹都还在。然后还有一些他考古发掘当中发现的文物，在这儿展示，现在可以看得见。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由很多的里坊，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分割，然后很规整的道路，就真的是笔直笔直的道路分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形成了中国应当说封建社会盛期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特征。那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壁画啊、文献当中啊，也可以看到对这个时期城市的一种描绘，有很多的图像反映了这种情况，包括商业交易啊等等。长安当中还有一些公共活动空间。我们原来讲，好像中国城市当中那种公共的广场是很少的，但是它也有一些节日，比如说这个元宵节，按照中国的传统，就是城市里头要有灯会，那它还是需要一些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在唐长安当中是有的，比如说在唐长安的兴庆宫的西南角，大概在736年的时候，唐玄宗修建了这组建筑，他就让出了一块地，它叫毁东市东北角，然后在这个道正坊的西北角这个地方扩大了一块城市空间，灯会啊各种这样活动就在这个区域举行，而且这个活动市民是可以参与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的市民广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在长安当中是有的。那么长安的道路极其宽阔，然后它的主干道，比如说中轴线上的这个道路，它宽度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有150米左右，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干道也在100米以上，那么坊之间的道路也在40米到60米，就是它的那个尺度就极其巨大，所以在这些道路上，它不是一个很适合人步行这样的一个尺度，它可能更适合骑马或者用车啊这样的一种尺度。那么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这样的一个尺度，在中国城市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很少见。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对它那个城门复原的情况也是这样，非常的雄伟壮观。最近在西安还做了一个城门的恢复，当然那个恢复呢不完全是按照是唐代那个尺度，它稍微放大了一点，它因为它是照着原来城门的遗址，那么可以大致看到这个唐代城门的面貌，也有很多人做了研究。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街道，比如说长安街和唐代长安的街道之间的关系。那么甚至它比我们长安街还要宽。隋大兴唐长安，它具有一些开创性的特征。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规整、最对称的里坊制的或者说坊市制的城市。那么在中国都城史上首次出现大型的公共广场或者公共游赏风景区并向市民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以前市民不是主要的问题，那么市民的什么游览问题更不是主要的问题啊，更不是城市要考虑的问题。那么这在唐长安当中都考虑了。那么在宫城的南面建皇城，然后把所有的中央官署都集中在皇城之中，然后居民在这个皇城之外这个区域居住。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格局也是唐长安首创的。那么它使官署和民居不相混杂，有利于严密的防卫和增加城市核心区的这种所谓庄严壮丽的这种气氛。